就在酒店隔壁，就在酒店隔壁，就在酒店，我们酒店在那里嘛，然后就是教堂，对，隔壁就是。早上睡了个大懒觉，结果真的很晚了，于是我们就先赶去了游客中心询问怎么去阿尔汉布拉宫。This is the ticket of the Alhambra, okay, and you have the palaces at 1, okay, and besides this you have something more or just this? Just this. But this is the ticket, not the audio guide. Yeah, I know. And there you can hire the audio guide. Yeah. I've been told in Granada Tourist Center you have the audio guide not for Alhambra, for whole city. No, it's not true. It's not true. No, okay. no, it's not true. So it's not true. Okay. No, but there, if you want, you can hire an audio guide Okay. at the Alhambra. So the thing is, you should go. Okay. Yes, you have from 1 to 1:30. I think the best is take a taxi Okay. on the main street and Okay. tell the taxi driver you want to go to. That's where we are. Palacio Carlos V. 在游客中心说我们要去这个地方，这是我们1点钟一定要进的宫殿。哦，你看，如果我们是走，就是从这条路走上来。因为去阿尔汉布拉宫这条路是上山路，所以呢，建议大家就是打车或者是坐公共交通比较好。Carlos Quinto. Palacio de Carlos V. This is Palacio de Carlos V. Oh, here. Thank you. The entrance is to the right. Ah, okay. Right. Thank you. 上山以后呢，跟着路牌就可以找到 Palace Nazares。这个时候已经有非常多的人在排队了，在队伍旁边就可以预定语音导览。Hello. Where are you from? China.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Are you guys? Yeah. My colleague, he's really nice. So. Yes, it's 6 euros. Yeah. 语音导览是6欧元一个，有各种语言，也包括普通话。新年快乐. 因为进场的时间是严格按照你买票的时间来定的，所以就算你早到了，也不可以提前入场。阿尔汉布拉宫一共分为5个区域，买票进入的是 Palace Nazares。你看它地上是玫瑰花，玫瑰花。它这4个柱子是大理石的柱子，这4个。说这个宫殿是融合了很多的文化，因为是最后一个苏丹嘛，是摩尔伊斯兰文化，最后一个苏丹的祝福，然后后来被基督教灭了，基督教又把他们就没有毁灭它，然后又把基督教的一些东西放进来，然后来重新修缮这个地方。是玻璃穹顶，然后呢，基督教把摩尔人灭了以后呢，就把这个城堡收复了以后，就把那个穹顶拆掉，他把这个作为一个教堂，所以他就在楼上。拆掉以后，他就把它隔出了一个给唱诗班用的2层，其实以前是1层来的，就在那后面。哇，好漂亮啊！这里。淘金娘庭院，这叫好香啊！这个景看过来就是所有的明信片都在这里拍的。它叫淘金娘庭院的原因是因为它2侧种植的这个植被叫淘金娘。哇，好漂亮啊！它这个雕塑，然后右边的3层建筑是它的苏丹这个国王的瞭望台。它要爬楼，好累啊！
故事就是一个基督徒和伊斯兰教的教徒一起来抢夺一个女儿，然后最后这个伊斯兰的教徒在三角恋中获胜。光，暗光，可以关一下。但你要光线多一点，你可以多看，还蛮有意思的。下面就是果园，你看。哦，这是什么？洗澡的吗？这个宫殿无处不透露着奢华与小巧思。你看，它甚至连这种地砖都是这种彩色的瓷片，真的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就有些相当于是，他们讲说阿尔汉布拉宫就是摩尔人的故宫，果然是很绝美。精美绝伦，它这个是可以俯瞰它的城名吧？我们昨天在哪里啊？我们昨天是不是在对面啊？好像不是。白色的房子是，看到没有那个教堂？看到没有？我们昨天是在对面。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现在就到苏丹的瞭望台，然后你可以看到对面一片白色的房子，就是我们昨天去的，什么区嘞？阿尔拜新区，然后我们昨天就是在那边，看到吗？那个瞭望台上，现在也有很多人在看日落，就在那个地方，然后一片白色的房子，然后我们今天就在它的对面，还蛮神奇的。我觉得以前苏丹在这里站的应该很爽吧，因为可以在瞭望自己的城名。看，这是满山遍野的橘子树啊，硕果累累。现在是春天，所以橘子是在春天结的嘛？这个我还不是很清楚哎。但是有很多橘子树哎。在这里是阿尔汉莫宫的后花园，我就觉得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来了 Granada 以后，发现满城尽带黄金橘，全部都是橘子。但是你又很想摘，那我刚才有摸一下，很轻，非常轻，感觉就是轻的都像假橘子，但是我觉得超美的，而且有一股橘香，真的有一股清香味。阿尔汉布拉宫真的就是一个很多橘子树的后花园。看，说就是青蛙，现在是最珍贵的一种这个东西，在这个地球上。然后，但是呢，它们被这种什么污染啊什么的毁灭，还有各种环境的变化，所以它们是越来越少。所以其实就是说，它们是370个 millions years ago 就有了。300个 million，370个 million，3亿7千万年嘛。
这个是多少年啊？370个 million 是多少？100万，70百万，7000万，3亿7000万，3亿7000万年前就有了。这个两栖动物是发源于这个 Greek， 就是希腊，就是说希腊叫 both leaves， 是希腊语里面，所以就 amphi 和 bio 这两个词。然后说这个在这个阿尔汉布拉宫的里面，它的所有的水道啊、池塘啊、喷泉里面就很多很多的小青蛙，很多很多的小青蛙。这个青蛙的品种叫做 Paris frog， 然后还有 Buffalo， 所以就让大家不要去喂它们吃东西，不要喂它们吃东西，也不要扔垃圾到里面。现在就到了这个卡罗斯武士宫，它就是一个很像罗马建筑一样的那种宫殿，然后那种长廊就是圆形的，我觉得非常漂亮。据说这个宫殿到现在都没有竣工，但是它的这种设计，像凯旋门回廊是双层设计、圆形设计，主要现在就作为音乐会的用途。但是这个真的很漂亮，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360度都是门，360度都是门，哇，好晕啊！不知道我能转几圈。哦，那我们现在准备出去，这个是导览。我们第一个进的是这个纳萨利宫，然后这个宫殿呢，它就是需要排队，然后有时间是以前苏丹住的地方，然后旁边这个帕塔尔就是它的后花园，就是 General Life， 就是然后我们现在是在卡罗斯武士宫，它其实就是一个没有修完的宫殿，里面有一个博物馆。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原因就没有去逛。我们现在去梅迪纳。这是梅迪纳的起始之门，就是叫葡萄酒门。然后这个门呢，里面就是梅迪纳这个区域，其实住的就是给为苏丹或皇宫的人服务的这些匠人们，所以它里面有很多作坊啊、住宅啊什么的。也就是说，这边是皇室住的，这边就是平民住的。我们现在在正义之门，也就是整个阿尔汉布拉宫的外城墙的入口，它也是唯一一个一年这4个城门中唯一一个常年都开放的城门。然后看上面有一只手，这也就是玄彬在阿尔汉布拉宫回忆里面做任务的时候，要到阿尔汉布拉宫去的时候的入门的地方。不得不说的是，真的有很多的韩国游客都来这里打卡。我们现在在阿尔卡萨瓦城堡，然后这个城堡它主要是一个军事基地的，起到一个军事基地的作用。当时是第一次苏丹他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他就选择了这个城墙，这个山的这一角来做他的那个防御机制，也就是它是整个阿尔汉布拉宫这个城的这种，相当于是一个要塞吧，就是防御要塞。
我听到有些导游讲说，这个城堡走上来，对于现在游客来说，大家上来的目的是因为上面可以看到整个 Granada 的全貌，就是所谓到一个城市一定要登高望远。那它6点钟关门啊！我的妈呀，到顶了！哇，很值得上来，好漂亮啊！真的好漂亮啊！现在已经6点，格兰达马上要关门了。我们现在已经爬上了它的城墙城楼的最高处，然后真的很漂亮。上来以后，你看到一片夕阳西下中，散发着非常柔和的光芒。这边就是我们上来的地方，下面就是玄彬走过的这个城墙边。行程就结束了。我们在阿尔汉布拉宫，我们是1点钟准时到了这里，然后大概排队排半小时，到了那个Nazareth 那个宫殿，也就是苏丹的住宅，皇城的中心。我觉得最需要参观的就是这个 Nazareth 这个宫殿，然后就是苏丹宫殿，因为它里面真的很漂亮。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城堡防御基地，就是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现在是下午6点半了，已经就是我们已经在里面待了5个半小时，但其实我觉得都没有逛完。但它6点钟就关门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想要来逛阿尔汉布拉宫的话，一定要留够时间。我建议大家从早上10点钟左右吧，然后逛到下午6点，这个时间段比较好。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带一些吃的。因为我们在下面完全没有找到任何的餐厅和咖啡厅，然后只有一个自动售卖的那种咖啡机，然后还有自动售卖的奥利奥啊，或者是饼干什么，所以就我们都也没有吃午饭，所以到现在就是一直饿到现在。但我们现在我觉得还是很值的，就是因为现在这个6点半真的好漂亮，这个天蓝的都不像真实的天，好美啊！然后你可以看到后面有雪山，然后这边这个整个皇城都变成了红色，就有一种哇，世界真美好的感觉。旅行果然是一件可以让人非常开心和忘掉所有烦恼的事情。好漂亮啊！这个夕阳超级美的。我们现在要下山了，然后我觉得我刚才忘记跟大家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壮行说3遍，一定要提前订票，一定要提前订票，还有就是一定要提前订票，因为这里的票非常抢手。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呢是比较淡季的时间，如果你是夏天来的话，很多人要提前3个月买票哦。所以如果你们一旦定好这个行程，就一定要买票。但是如果你可能只有1个月或半个月，你发现啊我在那天没有票了怎么办？那可能就只能走贵价路线，就是你可以参加一些就是tour， 就是一些旅行团，就是包讲解的旅行团。哇，看我后面这夕阳吗？好漂亮哦！其实你可以参加那种有 tour guide 旅行团，就是会贵很多。我们2个人的票的话，大概是100块钱人民币吧。但如果你要参加 tour 的话，就大概在600-700左右吧。但是它就保证是有门票的。下山以后，饥肠辘辘的我们就去了点评网上排名第1的西班牙海鲜餐厅吃晚饭。一个黑的，这是墨鱼。你看，哦，它面上它有给它
就是烤一层。我觉得这个墨鱼的味道比较好吃，那个它很香。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请一定要麻烦订阅哦，谢谢。